左斜上方，左手的指尖朝向右斜上方，咱左手的掌心朝外，右手的掌心向上托掌，这是咱的起势的画圆。那么其实很多我们的起势，就大家有见过是这样的起势，对不对？但咱56式呢，是通过一个画圆而起的。通过一个画圆而起的，所以很多同学，老师这个画圆如何去画呢？咱很多同学都是单臂，手臂再抡一个圆，一开就是画，这个圆也成了。但是是不是缺少了点什么？缺少了一个点儿，就是你的腰没有动。大家要记住，你的腰是轴心，就像车轴一样，车轴的轴心。然后你的手就像车轮一样，腰动，臂随。整个动作在练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一个周身移动无有不动的状态，它不是一个肢体的运动，手在画圆，它是一个周身的，腰带手画圆，好，转腰送出，通过腰的转动把你的手臂送出去。上午好，雨欣。好，那么跟着老师咱们继续来一下，因为咱起势非常的简单，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3步，3步就能够练会咱的起势，非常简单。来跟着老师一起，我们开始。第一步，首先坐胯屈膝，臀部向后去坐，五指轻轻的抓地。这个时候你的脚的受力，同学们，脚的受力是微偏脚跟的。如果大家感觉微偏脚跟，那就对了。如果你的力是在脚掌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力顶在膝盖上了，它下不去了。所以我们要往后稍微的调一调，就像坐高板凳一样从侧面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么难啊！来听老师讲每一个都给大家讲的清楚明白，让每位新同学们都能够在我这里学到真东西，能够练到自己的身上，保护好你的膝关节的前提下，把拳练好。好，我们向后去做的时候，第一步坐，看到没？向后去做高板凳的感觉，而不是大家一说走，屈膝松胯，看到没？屈膝松胯就变成这样子了，膝盖往前顶了，看到没有？沉是你的胯向后去做，沉向后去做板凳的感觉，就是56个动作。来，这位同学，小同学，咱陈氏太极拳中我们也有，咱们也有短的咱也有短，有经边7式，有经要18式，有74式，有56式，有63式，有83式，有很多套路。如果咱也可以先从短的学起，也没有关系咱们56式，首先咱们先跟着老师，咱学前9式，9个动作并不多，9个动作同样也可以当成一个小套路，拳打蜗牛之地。那么大家也可以把它前9式反复的去给它练好。咱们再去学习新的动作，我们消化了以后再来继续学习新的动作，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着急，咱可以先跟着老师，我们先学9式，9式其实也不多。来，再给大家讲咱第一步是坐，看到没？整个臀部向后去做高板凳的感觉一样，坐在这儿，这叫坐胯屈膝，先坐再屈，这是咱第一步，大家能理解吗？老师做的明显不明显？能不能理解？能理解的在公屏上打上个理解，我们再去讲第2步，让大家清楚明白的学会。好，第一步是坐胯屈膝，向后，五指要轻轻抓地，因为你向后去做的时候，你的重心是微偏脚跟的，你不抓地的话，你就会站不住，所以我们叫五指轻轻抓地，脚心是空的。好，第2步，领左脚，也就领左膝打开向左，横开1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缓慢落地。上午好，运输。好，为什么要缓慢吗？这是咱的第2步，把步子打开了，同样还是要保持咱刚才的坐胯屈膝的状态，你的臀部还是在后面坐着的，身体是挺直的它不能挺胸，它保持立身中正的挺，这是咱第2步。好，第3步，合肩，两手来到大腿的正前方，贴着腿来，不要旋空来因为我看有同学交作业是这么旋空来的贴着同大腿的裤缝来到大腿的正前方，以腰带手，腰向左转，手向左随，腰向右转，好，右随，左转左随左随，
好，左手的掌心朝外，右手的掌心朝上。咱的左手的手腕保持与肩同高，右掌上托与左胸口齐平拉开，看到没？你的左掌是明显高于你的右掌的，这是咱们起势。陈氏，对，30、40是太极扇啊。来，跟着老师，咱们把这3步结合一起，我们来做一下完整的起势。第一步，坐胯屈膝，五指轻轻抓地，脚心是空的。第二步，领左脚好向左横开一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的缓慢落地，缓缓的沉于两腿之间。第3步，合肩，两手来到大腿的正前方，以身领手，转腰，画圆，看到没？很明显，腰是走在手臂的前面。你在走的过程中，然后记住一个核心点啊，一个核心的要点，就能够把咱的起势的画圆给它做的流畅到位，就是以腰带手。来，同学们，咱们把以腰带手这4个字，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加深一下印象。我们再来结合着以腰带手这4个字，就像一个口令一样，转过来，以腰带手，是不是？你的动作就会随着你的口令而去做这个动作。腰带的手，这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以腰带手，它不是单单的用到老师只是起势用到吗？不是，咱们每一个动作它都能用到咱的以腰带手。所有的动作都不是一个肢体的，都是用你的腰的核心带动手臂的画圆，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处的不在画圆。好，来，我们结合着咱的以腰带手，完整的再把起势走一遍。坐胯屈膝，第一步。第二步，领脚开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的缓慢落地。第3步，合肩，以腰带手，转腰，手随。右转，左转，好，向上膨出，不是哪都行啊。这起势咱们就完成了。好，来，同学们，接着咱们往下学习咱的第2式的右金刚倒堆。我先展示一遍。拉了我肚子也疼，我记得上厕所的时候肚子也疼。那你吃辣椒了？然后坐到马桶上肚子疼，就下边拉住屁股眼。那吃辣椒吃多了好吧？然后呢，那一顿我感觉那一顿饭消化的火气太不完，坐那儿天天吃辣的，天天疼，是不是天天疼？好，来，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动作的分解学。很多同学，老师咱起势很简单，看起来，但是一到金刚倒堆，哎，又开了个步，又跟了个步，有些同学，哎，是不是有点多了啊？咱步骤啊，老师会给大家分的非常的明白，让每位同学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慢慢的大家都能够跟得上老师，让大家都能够清楚明白，能听懂，能学到自己身上，这是最主要的。来，第一步，先把右手向上与左手齐平，先托向上。好，与左手齐平了以后，再双手去旋腕。那么双手旋腕就是这样子，翻过来，但是你的手不能够翻平了，指尖千万不要翻平了，翻平的话就翘肘了啊，翘肘就耸肩了。咱们先学56，我们56学过后，后续老师都会陆续去教大家咱老架、74式啊、太极扇啊这些的啊。好，第一步把右掌先向上与左掌齐平。第2步，双手旋腕，把我们的手翻过来。哎，翻掌是不是大家都会？但是啊，翻掌的时候我们要加一个小小的小弧，走一个小小的上弧线，把你的手哗的一下捋过来，平捋过来。所以咱太极讲究的无处不画圆，虽然它是一个翻掌的动作，但是我们还是要画一个圆，体现太极的柔。看到没？这就叫太极的柔。画过来，
转腰、摆脚、平捋，这3点是同时进行的，就是你在平捋的过程中，在转腰的过程中，好带动你的右脚掌，画拉过来，捋过来，这是咱的开步之前的动作。来，跟着老师我们再来一遍。喜欢56式啊，太极左眉，一听就是一个漂亮姐姐。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画一个小小的弧线去翻掌。大家都知道翻掌是这么翻的，但是咱们翻掌加一个小小的弧线，太极无处不画圆，走，平捋转腰，摆脚。好，重心向右移的时候，左脚跟的内侧蹬，好，走的就是腰当后弧，踩实右脚，把右脚踩实，重心不能够过顶，重心不能够一下就挺多了啊，一下不能挺多了。好，沉压实在你的右腿上，这时候你的胯是向后去做的。为什么咱们起势非常的重要嘛？那么起势我们在练的所有的招式动作中，围绕的都是起势的核心点，整个身体的立身中正，臀部向后去做，找的都是这种感觉。没有说你到下一个动作我都可以往前倾了，我就可以移重心了，也不是啊。来，跟着老师，咱们先把开步之前先学明白，我们再走开步之后的立体画圆。老师讲解的真好，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不好？咱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咱都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好。然后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一，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双手旋腕画弧。第三步，转腰平捋摆脚。好，重心向右移，左脚跟内侧蹬地，踩实右脚。好，到位了。这是咱们起势之前的这是我们在做开步之前的动作。那么大家觉得简单不简单？还难吗？同学们，简单吗？咱觉得简单的，咱可以在公屏上扣上个简单。其实给大家全部去拆开来学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并不难。难的是大家给他想难了，没跟对老师，老师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完全去拆开揉碎了，让每位同学真正的能够学会，能够练到自己的身上。来，简单吧谁在说难？谁在说难的话，我就1对1给你指好，把右手，看又说个不简单。来，山峰同学，我待会儿单独给你讲，行不行？好，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在旋腕的时候画一个小小的弧线。对，是的，蓝天同学，转腰平捋摆右脚，重心向右移的时候，左脚跟内侧蹬，好，踩实右脚，好，踩实右脚，再领膝开步，再说难我就打他，不至于就打他，我也想这么，不敢呀。右转腰画一个立圆，双手画立圆，向右移转腰的时候平抹着拨开，就像拨障碍物一样，通过你的腰带你的手臂，而不是他自己过来，是腰转把它带过来，再走下弧线，右手停，左手前捧，看到没？2个手拉开了，再去摆正左脚，根部合手，先合住，合的手沉边合边沉，握拳领膝，前几天还能打开，还有放松，前几天还好几万不放下沉。不是为啥？这就给他之前做的。咱们来，叶子同学，咱们在跟着老师在学习招式的过程中，第一点，大家要先有一个框架，我们先从一个高架子来练，因为老师练的低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的重心转换，大家可以站得高一些，就比如说你就可以站这么高来练，就可以大家可以高架来练，来跟着老师像从比划、比葫芦画瓢开始学习，然后我们先有个初步的框架，才能够更好的往里面去填内容、填知识，它才能去承载。咱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小班课
咱们直播间是公益的。不用它了，咱是从网上看。来，咱背后也学习啊，怎么不学习呢？学呀！是不是？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画弧，平捋转腰，摆脚，重心右移，左脚跟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左膝，开步，沉，双手画一个后弧线。向前，再向外。好，下来，右手呢停在右大腿的斜上方，重心前移，左手前捧，摆正左脚，蹬左腿，根部，合手，握拳，领膝，放松。放松沉的时候，你看，诶，啥时候？咱们下一个小班课的话，应该是在年后了啊，因为马上就快过年了，所以啊，咱们是在年后了。到时候我们时间定下来的话，也会告知大家的。安安同学，这下明白了啊。来，黑板同学还是跟我跟手了。黑板同学，咱们先跟着老师，我们正面先学，然后背面我也会带着大家，让大家正反面两面都学习啊，是先做到放松，很棒啊！你看有基础的姐姐啊，一听一学就会啊。好，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左上角关注一下老师啊，左上角关注一下老师。刚学完18式，为你点赞，很棒啊，有基础的。现在跟我进阶学学，没有问题。来，我们接着正面再教大家一遍，背面再教大家，让大家反复的来学习这一式，让大家都能够学会。对，反复教。把右手先去与左手齐平，才开始学感觉有点难啊。那没事啊，林峰同学零基础刚开始的话，大家会有点，老师我有点跟不上啊，是很正常的。双手画一个小弧线，多跟着老师咱们多走几遍，那么老师也会细心的去给大家讲每一个动作的细节，让每位同学都能够跟得上。慢慢的，重心向右移，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的时候支撑腿，你看送一下左腿，送开，双手画一个立圆，前捧向前，好，向右转腰，拨开，走下弧线，右手停，重心向左移，左手前捧，拉开，摆正左脚，蹬左腿，跟右步跟过来，右脚屈脚点地。零基础啊，想跟老师学，来跟着老师，我们慢慢的先学习，好不好？握拳，领膝，放松下沉，松肩松腹，从而气沉丹田，让它自身的力沉下来，而不是我们用力去跺这个脚。我们在震的过程中，咱们要做到一个沉而不吵，就是你不能出现这样，这个声音就很吵，震的你腿还疼。对不对？震的脚跟疼，膝盖疼，图啥呢？我们要做到一个沉而不吵，周身放松。好，沉，哎，这种的啊，手上的动作还没有搞明白，来，没问题，老师再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背面先学习一下啊，背面上可以跟着老师一起练一下。不是啊，我再把手上的动作给大家讲的清楚一点。第一，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走一个上弧线。转腰平捋，重心向右移，左脚跟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拉开。好，双手呢画一个立圆，在身体的前方画一个立圆，从下到上。好，再回来，这是一个立圆。好，下捋，右手停，左手继续前捧，摆正左脚，蹬左腿，跟右步，合手，握拳，领膝，
放松，沉。这是咱的右金刚岛堆啊，右金刚岛堆。老师讲的真好，很容易理解。那么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咱觉得老师讲的好不好啊？觉得老师讲的好，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听得明白的，咱